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刚土崩瓦解，才过2天，德国在任经济及环境部长绿党籍的哈贝克在自己厨房录制了一段视频，表示愿意代表绿党参选德国总理。外界解读，他把拍摄地点选在自家厨房，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这里补充一点，目前他是德国副总理，这几乎等同于一个虚的职位。传统上，一般由执政联盟中的第2大党的人来担任，这是执政联盟内部分赃的职务。一般而言，德国老百姓都无视这个职位。目前绿党的民调大约在10%到12%左右，哪怕有一点点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下次德国大选绿党根本没戏。但这位哈贝克自我感觉就是那么超级良好，犹如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或者说他也太不要脸了吧。不过话说回来，万一成功了呢？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首先是他在厨房的短片。Ich bin bereit, meine Erfahrung, meine Kraft und meine Verantwortung anzubieten. Wenn Sie wollen, auch als Kanzler. Aber das ist nicht meine. Das ist Ihre Entscheidung. 接着我们看报道，在新一届大选之前，哈贝克这么解释参选总理的原因。罗伯特·哈贝克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在一段视频中宣布，他将代表绿党参选德国总理。他没有使用总理候选人这个词，但他仍然希望接替舒尔茨的职位。在红绿灯执政联盟解体2天后，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在厨房餐桌上，在本应私密的气氛中说道：“我将作为绿党候选人为德国人民参选。如果您愿意，我甚至可以担任总理。但这不是我的决定，而是您的决定，只有您能决定。”在德国电视1台最新民调中，绿党的支持率仅为12%。他公开承认，从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很难提出竞选德国总理的领导主张，但他仍然希望成为总理。我知道红绿灯政府失败了，我也知道信任被破坏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去争取领导权，我想为之努力。下图是11月7日的民调，可以看到社民党支持率为16%，基民盟34%，绿党12%，自民党5%，选择党18%，BSW6%，然后是其他选项9%。在这段独家提供给德国电视1台的视频中，哈贝克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然，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在厨房餐桌上寻求与选民直接接触，并向他们提出建议的候选人。但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倾听选民的心声。也许我会想出一些我永远不会想到的点子，也许我们会在餐桌上交谈。我希望你能邀请我，只要时间允许，在竞选活动真正开始之前，我会把厨房餐桌上的聊天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朋友们，接下来几段就不翻译了，因为与德国内政的关系更大。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对他宣布参选德国总理有何看法。第一条评论：一位儿童读物助理作家也太高估自己了吧，这种事是编不出来的。下条评论：他既不是这个职位的候选人，也不是即将上任的总理，曾几何时，现在已经脱离现实，而且过时了。我们继续往下，哈贝克是最让人信赖的候选人。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吧。他已经毁掉了德国经济，现在又想毁掉整个德国。下一条评论：我们作为一个党派，他参选对我们非常有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好，继续往下。哦，我的上帝，可怜可怜吧，真让人受不了了。我们继续看下条评论。这种对买不起定制厨房的普通人的迎合，实在令人尴尬。他一定是坐在定制的厨房里。顺便说一句，一个50年代翻新的旧厨房就能卖到上千欧元。下条评论：这个正在破坏德国经济的人，究竟生活在哪个平行宇宙中？他真的相信自己明年会因此当选总理吗？我们继续往下。下图是绿党执政以来短短3年时间，那么多企业遇到了大麻烦，不是已经倒闭，就是产业外移了。让我们再往下。
如此虚假的接近人民群众，而你们最喜欢的政治家却依然无法当选。下条评论，这个小丑无人能敌。我们继续往下，他恰恰有个大问题，选民已经认识他3年了，现在他必须面对现实，而他至今都在无视现实。好，继续往下吧。这段视频和这个人的一切一样不专业。下条评论，绿党的民调支持率只有10%，他如何成为德国总理呢？有点自大狂啊。好，再往下，他赢定了，我打赌。下图为德国某机构做德国记者党派倾向的民调，高达41%的记者承认他们亲近绿党。这很好理解，为何德国媒体的观点比较左，比较圣母。下条评论，这个小丑根本不值得任何评论。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时代报》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很好的决定，在目前的候选人中，他是最聪明、最善于思考的，因此无法在德国赢得多数席位。我们继续往下，他是目前的选择中唯一明智的一个。好，继续往下看，我投他一票。到目前为止，他是整个政府中性格最坚强、最成熟的一位。下条评论，他也是当前几位候选人中唯一一位具备该职位所需的正直品格的人。让我们看下一条评论，我当然支持他，即使我并不赞成他的所有观点，但我非常肯定他的工作。下一条评论，我觉得很好，反正我都会投票给绿党。好，再往下看，哈贝克先生应该开始寻找自己的爱好了，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支持率仅为10%的政党的总理候选人，同时又是那位将德国经济推向绝境的部长。下条评论，这位总理候选人到底能带来什么？唯一有机会当选的总理候选人来自基民盟、基社盟，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哈贝克最终想成为绿党竞选活动的代言人，这没问题，但我总觉得总理候选人这个标签有点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不会成为德国总理。好，朋友们，接下来绝大多数评论都是觉得这位绿党政客是最合适当德国总理的人选。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是不是觉得德国人的思维与你好像完全不一样？觉得这群德国人是生活在平行宇宙中的人？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右媒体《德国世界报》的网友评论吧，看看画风与刚才我们看到的中间偏左的网友他们的评论是否一样。第一条评论，哈贝克先生似乎活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他根据自己11%的民调结果宣布自己是总理候选人。下条评论，我们已经经历了2年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了。作为部长，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客观上已经失败了，在这些职位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并继续跑马圈地，就像我们的总理一样，在没有多数票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让位。他们3人总是高谈阔论正派和政治文化，自己却丝毫不懂，这简直就是厚颜无耻。我们继续往下，一方面这当然是个笑料，另一方面这种无耻的自信也让我有些担心。好，我们再往下，这再次表明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下条评论，不要笑，在这片充满无限荒谬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的联邦总理也在梦想连任呢。我想知道，是这些人的泡沫太不透明，还是他们知道一些我们这些越是不深的选民不知道的事情？下条评论，哈贝克先生又一次成功地屏蔽了现实。我们继续往下吧。好，朋友们，我先解释一下，目前民调呼声最高的政党叫基民盟、基社盟，就是大家熟知的前总理默克所属的政党，该党的党魁叫默茨。好，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评论。如果默茨在下届联邦大选中获胜，
目前预计如此，并与绿党联合执政，哈贝克当然有希望成为副总理。届时，气候独裁的绿色恐怖将继续下去。我不想这样，要么莫茨在大选前宣布排除与绿党联合执政，要么我把我的票投给德国选择党，绿党就等于德国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垮台。下条评论：如此自恋，如此傲慢，简直可以说是讽刺。让我们继续往下。这个夸夸其谈的人让人难以忍受，没有自制，没有业绩，无知者无畏啊！与你们一道为你们打拼，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吗？我们再往下。难以置信，这个人和绿党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另一种自取其辱的方式。支持率只有9%的政党想要竞选总理，我真的无语了。下条评论：他首先摧毁经济，然后他想拯救德国。待在你的厨房的桌子旁画画吧，但别再打扰我们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天哪，这段视频太难受了，你需要厚脸皮才能忍受。我看不下去了，这个人与这个党将是另一场灾难。下条评论：我不理解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一个公开表明自己与这个国家毫无关系的人，怎么能竞选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呢？哈哈，朋友们，我来说一下啊，这话套用到某些台湾人身上也非常合适。有的人不承认中华民国，却想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哈贝克先生是个自大狂，他先是告诉我们他对德国无感，现在又想成为我们的总理，更不用说近年来他试图禁止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下一条评论：祝贺哈贝克先生，他最有资格当选。一个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部长，搞垮德国也易如反掌。下一条评论：哈贝克先生每天都在证明一位部长可以离现实有多远，但这次真的很特别，这一定是讽刺。下一条评论：我很少见过如此狂妄自大的人。好，继续往下。安娜雷娜·贝尔伯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好，我们再往下。始作俑者太无畏了，有一种向天尖叫的骄傲，但愿结果会打他的脸。我们继续往下。太幽默了，绿党的支持率为9%到12%，所以我想知道他生活在哪个平行宇宙。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难道没有人意识到德国就是个疯人院吗？这家伙想当什么总理？各位朋友，说到德国政坛确实像疯人院，无知、自大、傲慢、狂妄，不学无术的政棍到处都是，而且把德国搞得乌烟瘴气。更可悲的是，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